每次发生重大灾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新闻画面里面满地的残骸废墟、遇难者的哭喊，还有医院挤满人的恐怖场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那接下来那些失去房子、家人的民众是怎么找到活下去的勇气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日常的中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19年发生的 COVID-19 疫情竟然已经过了2年而这2年来，因为疫情，这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生活，现在竟然都变成了很奢侈的自由。不少人甚至还失去了珍贵的财产和家人。而疫情前后的世界也再也不一样了。那我们就很好奇说，那过去人类遇到的其他重大灾害，那些失去家人啊、房子的人们是怎么重建新生活的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日常的中断》，作者阿波呢自己就经历过921大地震，带着这份伤痛，他走访了不同的国家，让我们看看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经历巨大灾难之后是怎么找到适应新生活的方式。而书里面分成了日本311、四川大地震、南亚大海啸3个部分，里面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悲情故事。灾民重建的过程虽然非常的艰辛但也意外的诞生了一些好事。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3个地方他们劫后余生的故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广告。你想要大众一起了解某个问题吗？你想要宣传产品资讯或是提升品牌知名度吗？如果你有以上的需求，欢迎参考G77的商业合作方案。第一种方案呢，是制作一支8到10分钟的知识型影片。我们的资讯设计专长可以让产品的讯息跟有趣的知识内容一起曝光，也能够针对特定的主题设计出好懂、吸引人的内容，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讨论。而第二种方案呢，是制作60秒广告，并置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它的制作迅速，可以多次曝光，特别适合传达产品功能、活动内容这类明确具体的宣传目标。而第3种方案呢，则是冠名赞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置入你的品牌 logo， 同时在片头用简短的几秒钟口播宣传你的品牌资讯。而这个方案的制作呢，更加的快速，而且还能够大量的置入曝光，让观众对你的品牌建立熟悉感。那透过这样子多样化的方案呢，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预算还有宣传目标，为你打造最合适的行销方案。那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啊，还有广告行销伙伴们，赶快来信跟我们联络吧。在这本书提到的几个灾难中呢，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是11年前的日本311地震。在地震发生3个月之后，作者以记者的身份跟着台湾慈善团体去到了失去1300条生命的岩手县釜石市，要想要看看呢当地在灾后的状况。而当时以海产闻名的釜石市，在地震后呢一片泥泞垃圾，而公务员在制服上面别着标语不能输啊釜石，在渔获中心搭起了简单的灾害对策本部，忙着处理各种重建工作。而在作者抵达的时候，有上百人聚集在渔获中心大厅，等着领取台湾团体的慰问金。那个时候呢，还不停有余震可是没有人惊慌跟尖叫。有些灾民委婉的抱怨说，都3个月了还没有拿到补助，可是他们也没有抗议政府，只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一起努力了。也有不少人主动跟作者分享他们的逃生故事像是一个老婆婆就告诉志工说，当时她被海啸卷走，幸好媳妇拉住她才捡回了一条命。而志工就问媳妇说，你很厉害耶，很害怕吧？媳妇听到忍不住爆哭不停的说好可怕好可怕。另外里面还提到说，有一个高大的男子不停的对团队的志工咆哮，质疑台湾团体来日本的目的，而志工温柔的安慰他，结果这个大汉竟然突然大哭。他之后道歉说，自己3个月前在海啸中失去了一切，而那之后再也没有掉过眼泪，一直觉得自己还活在3月11日那一天。3年后，作者再度来到了釜石虽然还没有回复，很多人还住在组合屋里面，但他觉得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垃圾泥泞已经被清理干净，马路已经开通，也有几家店重新开张。而重建虽然非常的缓慢但也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进行。而作者也去拜访了当年那个愤怒的男子，他虽然没了积蓄房子，但这半年内呢，终于有了稳定的住处，是在当配送员，也重拾滑雪的兴趣，日子还算过得不错。不过灾难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以前他可以不顾警报，海啸的时候还想要跑去海边参观，现在他看房子的时候还会特别留意海啸会淹到哪里，每天随身携带的存折印件、身份证，担心灾难再次的发生。而另外作者还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资讯，
现在大家很常称赞说311大地震的时候，日本人民啊还有媒体都非常冷静节制，不像某些台湾媒体一遇到灾难就唯恐天下不乱。但这其实也不是日本媒体天生就比较优秀。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日本媒体也曾经非常的嗜血，当时媒体空拍断裂的公路桥梁啊、房子火海，配上旁白跟配乐，弄得像灾难电影一样，又故意挑拨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引诱出灾民的愤怒，甚至呢为了拍到这些血腥的镜头，跑去阻挡伤患进到手术室。而日本媒体那时夸张的行径引起了民众大力的反弹，逼得媒体开始检讨修正。所以后来在报道311的时候呢，主播的语气会尽量平稳，而画面也会尽量的避开受害者的脸孔，只描述事实，不去刻意的煽动。而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阿波带我们来到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当时最大的地震强度达到了11级，连在台北都能够感受到摇晃。很多曾经经历过921的台湾人，不止慷慨解囊捐款，还有许多民间的团体前往灾区帮忙。而至于中国民众，当然也更受震撼。大家在网络社群上面集结，想要为四川灾民做点事。而当时整个灾区只需要100-200万名的志工，却来了300多万人。因为那个时候志工的概念在中国还很新哦。而且能够合法注册的公益组织又很少，这就变成说呢，有一大群人空有热血却没有人带，大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帮上忙，一度造成了现场的混乱。不过就像是在这个311的日本一样呢，灾难往往会带来一些转机。当时中国政府发现灾情实在是太严重，被迫放宽对于民间团体的管制，让 NGO 协助救灾。也因为这样子呢，四川出现了很多 NGO， 因为灾难意外的发展了公民社会。而其中有个叫中国新的 NGO 组织呢，他们的故事就非常的特别。中国新是一个草根发起的社工 NGO， 创办人高思发在地震发生时年近40，有老婆还有孩子，有不错的工作。但看到四川严重的灾情之后，他决定瞒着家人加入网络上面发起的临时志工团，然后前往四川当时的这个北川县。而当时北川呢，到处都是被震毁的这个钢筋残骸，他担心现场到处跑的孩子危险，号召志工在学校搭帐篷陪伴孩子。而后来其他志工的工作告一段落，陆续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但他还是继续留下来自掏腰包为灾民做事。当时灾后很多的小孩面对贫困啊、失去父母亲、学业种种的压力。像书里面提到一个14岁的少年，他在地震之后呢失去了母亲，只剩下爸爸。后来爸爸中风，继母出外打工，他只能自己学会照顾自己。但是这个少年的内心非常的倔强，平常都嘻嘻哈哈的，不愿接受别人的关心。而有一次开学，老师发现这个少年一直没来学校，通知继母赶回家呢，才发现家里地上满是呕吐物跟酒瓶，孩子已经过世很多天了。这名少年呢是高思发资助的学生之一哦。中国新团队不但募款展开助学计划，还每个暑假举办营队，希望帮助孩子化解心中的压力。但悲剧仍然不断的发生。在作者采访高思发的时候呢，已经是灾后6年了。他第一批助学的孩子已经快要上大学了。但高思发认为，时间不能够真正的完全弥补伤害，要从灾难走出来是非常艰难的。而当时的这个创伤呢，还影响这些孩子很多。不过因为中国政治环境蛮特殊的，中国 NGO 想要做公益会遇到许多的限制哦，而高思发跟其他的 NGO 们只好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尽最大的努力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第3部分提到的2004年南亚大海啸，应该是我们这辈人第一次见识到海啸的威力。当年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雅琪特别行政区，这场海啸带走了整整23万的雅琪人，而城市里面的水淹到了胸口的位置，到处都漂浮着尸体与垃圾。而且更惨的是，在遇到海啸的时候，雅琪还处在一场战争之中。这个故事要从大航海时代说起哦。当年雅琪的贸易活动很发达，是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而在荷兰殖民印尼的时候，他们一直保持着独立性，甚至还曾经支持印尼摆脱荷兰殖民。但在印尼独立之后，却把雅琪当成是自己的一神，想要把雅琪吃下来。而双方几次谈判失败，爆发了一场30年的内战。而在海啸发生的前一年呢，印尼总统甚至下令戒严，对雅琪发动军事攻击。但是一场巨大的海啸改变了一切。海啸当天，雅琪独立军率先宣布停火，人权团体也不断的呼吁印尼政府军停战，要求他们投入救援活动。而隔年，双方正式的签署了和平协定，结束了内战，雅琪获得自治权利。后来也有独立军出身的人选上了省长。那因为雅琪的灾情实在太惨了，全球各地的人纷纷涌到雅琪帮忙，让这个边陲又战乱的小地方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当地来了各国的 NGO 与企业，街上面开了跨国连锁咖啡厅啊、素食店，而雅琪人也开始会出国留学到
到联合国当志工，整个地方变得生机蓬勃，隐约回到了当年航海时代的光景。不过灾难带来的改变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好事，例如雅琪人还是会觉得印尼政府贪污又吃豆腐。那虽然雅琪有很丰富的石油，但分配到的财政资源却很少，当地人的收入远远比不上首都地区的爪哇。而另外，因为大量来到雅琪的外国人出手很大方，拉高了整个地区的物价，以前3000印尼盾可以吃饱，现在可能要7000印尼盾才够，让一些当地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吃力。而再来，海啸还带来了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改变。当时 NGO 为了帮助灾民，付钱聘请居民帮忙打扫家园啊，重建房子，这些看起来很正常的行为，却无意间改变了伊斯兰世界中无偿互助的习俗。因为过去大家一起扫清真寺，互相帮忙盖房子都是应该的，现在却变成了为钱做事。对不少雅琪人来说，要面对这样子的改变，心情也是非常的复杂。但因为笃信真主，他们也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灾难发生的时候，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哦，所以我们常常只记得那些恐怖强烈的画面，很少会去想之后这个硬体啊，还有心理的重建会有多么艰难，也更难去想到说灾难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那当然，如果可以选择哦，没有人想要经历那些痛苦，而这些已经造成的伤害呢，也不会因为带来好事就变成是值得的。有些痛苦永远也不会恢复。所以我们分享这本书不是故意要为大家心灵鸡汤哦，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可能性。即便灾难可能永远烙印在身上，但很多人还是尝试努力面对，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方法。那么觉得在这个时代看到这些故事哦，还是会有一些激励的正面效果。因为疫情带来的影响，除了很严重的失去亲友和生计，对很多人来说更深刻的可能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的中断。2年前我们大概想不到，不要说什么出国旅行，连出门不戴口罩也会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情。现在电视上面看到不戴口罩的人，心里还是会觉得怪怪的。在不知不觉之中，灾难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日常。那在重新开始适应新日常的时刻，蛮适合读这本书的，很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日常的中断哦。那最后想要问大家，什么是你觉得疫情之后最有感的改变？出门戴口罩、自由呼吸，竟然是那么的奢侈的事情。B 万事喷酒精，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呢，自己会用这种方式酗酒。C 不能够出国旅行，好痛苦，我是放荡不羁的灵魂啊。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日常的中断。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921大地震20周年，以及下雨真的会引发地震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